是有在断舍离的朋友们，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现在的穿搭目标就是追求我舒服、我有型的状态。选物的标准有3大方向，第一个就是要以有限的物品搭配出最多的排列组合，第二个就是选的单品可以流行，但是呢不能让我穿起来觉得很尴尬或者是有负担。如果可以，最好能让我多穿几年。如果是1-2季就会被我断舍离掉的单品，基本上我就不会选。第三，看起来太花俏或者是分贝很高的单品，再不然就是看起来离质感比较远的物品或者是潮流就会被我排除在外。至于什么是分贝很高的单品，待会我们会聊到。然后跟大家分享2024春夏很流行，但是非常难搭、难驾驭，也很难提升我们日常穿搭的7样单品。美感是非常主观的，如果有不同的观点，请以自己舒服的为主，但也欢迎大家友善的在下方留言讨论。Hello， 我们是 Typical Girls， 我们是2个搞设计的女生，分享断舍离的心得、断舍离后的穿搭、居家软装，还有美国生活，陪伴大家找到自己的珍珠光。我是一本正经、想要幽默的 A。对了，听说广告帮我们多停留个几秒的朋友会不劳而获桃花哦。五分裤给我的感觉呢，很像身边有一种朋友，就是你问他吃什么要去哪里，他都随便啊，很好啊，都很好，好像很好相处，其实私底下条条框框一大堆。5分裤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很简单粗暴的2分法。5分裤也很神奇，可以让任何穿上它的人都可以套上一个懒散的滤镜，很容易很拖沓或随便。我们现在不是追求松弛感嘛，但不是松散感，随性但是不是随便，差一个字但差很多。就算是西装外套，只要穿上5分裤，就算它是一整套的，但你就会觉得有一种不上不下的古怪感，除非你就是要追求这种比较前卫的搭配风格，像高岛良，他要追求一种潮感。所以我不是认为所有衣服都是要高个穿，然后所有穿搭都要追求一个曲线跟增高效果的那一派，而且我很欣赏勇于打破比例不按牌理出牌的那种穿搭，但是穿5分裤就是真的要靠态度还有搭配，主打展现完美小腿比例的单品，因为露出来的就那一段，你所有视觉都会集中在那一段上。总之5分裤这个单品，就是除非你在休假或者是想要去海边，想要有一种休闲感，搭配不好的话就会有一种懒散的感觉。如果真的很想要尝试5分裤的话，可以选择垂坠度比较好的材质，像 COS 这一款。但真心提醒大家，5分裤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相处。波西米亚蛋糕裙这2年很流行 cottagecore， 今年开始波西米亚风也渐渐回到时尚圈。其实我很喜欢波西米亚那种很随性浪人的氛围感，但是这种波西米亚风跟田园风做混血混搭的波西米亚蛋糕裙，就真的要好好挑选。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穿起来要有质感、要硬挺、有蓬度的话，那选择材质的时候一定要去摸一摸，还有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撑出你想要的蓬度。但是如果你想要走波西米亚那种随性浪人风的话，就要看布料的垂坠度够不够垂坠，能不能制造出很轻盈很飘逸的那种慵懒感。如果你是选择像蛋糕裙的那种款式，然后材质要硬不硬要软不软，但它会挺在那，除了看起来比较臃肿之外，也会有点尴尬，而且看起来会离质感比较远。我们选衣服的时候还是不能太贪心，要断舍离掉一些稍微没有那么合理或者是有点多余的设计。如果你真的很坚持波西米亚风要跟田园风在同一件衣服上的话，也要观察一下蛋糕裙的间隙，还有它衣服的垂坠度是不是有合理的搭配跟设计。如果真的很喜欢蓬蓬裙的那种设计的话，可以参考 Cecilie Bonson。低腰洋装裙虽然不想那么说，但是有些设计真的是比较针对性。如果上半身是比较紧身的材质，它的腰线设计在快要到大腿一半才变成蓬蓬裙的那一类的裙子，大概就是给那种 H 型身材，然后瘦到要被吹走的那种朋友。因为这个设计就是走一种高耸优雅的路线，但也有解法。如果你是梨形身材，可以凸显自己上半身的优势，然后下半身看起来比较顺的朋友们，那可以选择好腰线的位置。因为首先它是低腰，如果你的布料选得很贴身的话，身体的曲线就会被放大，所有你想被人家看的、不想被人家看的都会被看到。然后它的轮廓的重量会集中在下半身蓬起来的部分，所以就算高也很挑身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一类低腰裙的话，可以上半身的部分也是挑选合身，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宽松的版型还有材质。如果你身材练得真的很好，就是想要凸显自己的腰臀比例的话，也是有解，可以依照自己的
的体型，选好你想要的腰线的位置。但如果是梨形身材，不要拉得太低。如果挑选的材质、腰线还有垂坠度都挑选得很好的话，那这一款单品真的是可以显现性感但是不油腻的单品。整套牛仔，在我们之前讲2024春夏的影片有提到，今年的潮流就是很流行整套的牛仔丹宁，但那时候也有提醒大家，选择这种丹宁的时候，尤其是一整套就要特别小心的挑选，因为一整套的牛仔丹宁应该是在追求一种率性的感觉，但是呢，它跟五分裤有点像，就是它看起来很亲切，其实里面的妹妹嘎嘎很多。即使曾经摸布料是我赖以为生的工具的时候，对于丹宁这类的产品，我也是希望能避免就避免。其实它的设计是另外一个种类，而且虽然是一整套牛仔丹宁，但是要去穿去上班好像也怪怪的。如果说任何人套上五分裤，就是套上一个休闲感、度假的滤镜的话，那整身牛仔就是有一种美国西部或者是90年代古惑仔的即视感。不过还好，如果你不追求一整身要蓝色牛仔的丹宁的话，现在选色有非常多，你可以选择全黑或者是全白的。透明半身裙，透明薄纱或者是蕾丝之类的那种布料，其实很好拿来做层次感穿搭。但有一款就是我看到会眉头一紧的，就是没有内里的透明乌干纱半裙。这一类的单品只会让我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自己到底有没有勾破或勾出纱。然后因为它是半裙，所以常常做着做着就忘了，然后腿张很开，或者是要翘脚的时候也会忘了遮一下。它就是有一种绑手绑脚，让我觉得很不自在的单品。它难搭之余，我现在也不喜欢买那些需要我把它供起来，或者是需要我小心呵护的单品。如果喜欢这种透明的单品的话，也可以选择上衣，像这一类的透明乌干纱没有内里的半身裙，我是没有解法。如果不是舞台效果，或者是家里有人帮你整理衣服，不怕衣服穿破的话，那我们就欣赏就好。流苏造型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选择基础款之余，也要稍微选几件重点单品，因为这个重点单品就有点像是你的风格宣言，让你穿搭能够更突出自己的风格。像 Quiet Luxury 它是喜欢比较低调，最好什么都很低调，走低调路线，可能某一样饰品是重点单品，但是跟 Quiet Luxury 不一样，就也有很多人喜欢比较显眼的单品，美国人会说那件单品很 loud。这也是影片开头的时候我提到的，就是分贝很高的单品。但每个人喜好本来就不一样，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追求。近几年就是喜欢比较低调的单品，最好能像珍珠一样温润，能够矮矮内含光就好，不需要太抢眼，也不要太喧哗，分贝不能太高。所以如果是那种很大声，或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绑手绑脚的单品，我就会避开。跟皮草一样，流苏它就是一个很容易看起来没有质感，如果要有质感，就会反映在价钱上。但是真的买了之后，它又很难搭。不过老实说，我小时候也有喜欢过这一类的单品，觉得它很有趣、很抢眼，叮叮咚咚的感觉。那流苏的摆动就跟敲锣打鼓很像，就是跟世界宣告说：“我来咯。”或者是如果一直盯着那个流苏的摆动，也很容易看着看着就被催眠了。所以就像没有内里的透明乌干纱半裙一样，如果不是舞台效果，或者是要催眠谁，我会优先避开这一类的单品。短袖西装外套，我看过一个教大家卷袖子的影片，在教完大家卷袖子的时候呢，他说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也要有能力能够卷起自己的袖子，小孩子才会穿短袖衬衫。但因为夏天现在越来越热了嘛，所以会选择短袖衬衫或者是无袖衬衫，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最近看朴信惠的韩剧里面有看到她穿短袖西装外套，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之所以会需要西装外套，就是因为它在正式的场合可以让我们看起来比较正式有气势，但卷起袖子的时候呢，又有一种帅气的感觉。如果把袖子阉割了，要帅就帅不起来，也因为被剪断了半截，所以也没有办法有气势。如果我想要时髦松弛有型，但是也稍微有一点点气势的时候，我就会避开这一类看起来也不是叛逆，但是好像就只是很怕热的单品。而且夏天是短袖西装外套，冬天又要去买长袖的，个人没有那么喜欢。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除了今天介绍的7样单品，不知道还有哪一些2024的潮流会让你看到眉头一紧绕着它走的，欢迎大家下方友善留言讨论。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共振的话，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别忘了帮我们按个喜欢还有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如无意外，我们下周见，拜拜。